我叫凌风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平行世界。便宜老弟是世界首富，我本来可以过上左拥右抱、豪车别墅的奢靡生活。不过，老爸去世后，原主为证明自己，疯狂创业，结果不光败光家产，还盗窃1万亿。天湖开局变成了天崩开局。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，就怕富二代踌躇满志啊！林峰，欠我们公司的3000万，要是明天再不还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的果照发在视频平台上？随便你，千万不要打马赛克，哥们儿，我还要靠我那傲人的资本傍富婆呢。这种沙雕视频也有人看。对了，上一世我是视频博主，一个作品就吸粉100万，这个世界和前世极为相似。短视频刚刚兴起，我只要制作出高质量视频，没道理不会爆火啊！视频要是爆火，哥们儿立马搬家，住5星级酒店，单手开法拉利，和 JK 黑丝校花、高冷女总裁、性感少妇深度交流。想想就做什么视频好呢？总不能搞颜色小视频吧？恭喜宿主绑定视频通万潮系统，您发布的视频可是在诸多平行宇宙同时播放。狗系统，你终于来了！视频通万潮，那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如果宿主创作的视频受到欢迎，将会得到历史各朝代观众打赏哦。打赏？那人可以打赏到现实世界吗？比如貂蝉、西施、王昭君、姚玉环？当然可以。不过宿主暂时没有此权限，请宿主持续发布视频，获得热度值，以便可以解锁更多好处：黄金、美女、古董字画、旷世珍宝。正在向宿主招手。懂了。不知道历史中的各大帝王看到视频会是什么反应？当今天下6国已平，只有北方匈奴虎视眈眈，寡人欲征兵100万，讨平匈奴，诸臣以为如何？臣附议，陛下龙威浩荡，匈奴蛮夷如何能抵挡住大秦铁骑？臣等附议。不好了，陛下！殿外雷霆震天，一道七彩神光遮天蔽日，如神仙降世啊！什么？这是？恭喜大秦世界已链接万界视频平台，盘点历史10大帝王视频即将发布。10大帝王，朕一个吕左之人，泥腿子出身的皇帝，有资格排在这个榜单上吗？陛下雄才大略，手持3尺剑，平定乱世，我看应该把您排在历史第1皇帝才对。丞相说笑了，朕能进榜单就不错了。陛下，臣霍去病，不辱使命。好，好，好，朕的冠军侯回来了。历史10大帝王，汉朝建立80年来，对匈奴屡战屡败，以致国威沦丧，只能一味和亲求和。是朕杀得匈奴不敢南下牧马，是朕喊出那句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如此丰功伟绩，这个榜单中何该有朕的名字？朕结束了100多年的南北朝对立局面，建立了强盛无比的隋朝。朕威名盖世，10大帝王中岂能没有朕的席位？朕这个皇位虽然得位不正，不过自朕登基以来，国力强盛，万国来朝，榜单之上一定有朕。历史10大帝王，咱老朱一介布衣，
从和尚做到皇帝，不奢求能在榜单上，只希望世上少些贪官污吏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崇巴，你覆灭元朝，使汉人时隔200年后再次成为华夏大地的主人，这等丰功伟绩，你要是没在榜单上，那才叫没天理呢。哎，咱也想啊，可咱自从建立明朝以来，杀得功臣如生，人头滚滚，也不知道后世对我老朱到底是个怎样评价。丞相，白天的动静都看到了吧？你说那个历史10大帝王的榜单中，会不会有朕的名字？陛下铁骨铮铮，迎回2圣，中兴大宋指日可待。您要是不在榜单上，那可真是天理难容。岳飞还没回来？陛下，您连发12道金牌，召岳飞班师回朝，可他却抗旨不遵，以微臣看，此人多半是有谋反之心。岳飞，历史10大皇帝，朕治理的大清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实为天朝上国。历史上哪位帝王能比得上朕？秦始皇、汉武帝，要朕说，他们不配和朕出现在同一榜单上。历史10大帝王第10位即将公布。历史10大帝王第10位，他在位时期大力推行新政，他主张火耗归公，得罪了所有官僚阶级；摊丁入亩，得罪了所有地主阶级；归土入流，得罪了所有西南地方权贵；官绅一体，当差纳粮，又得罪了所有文人地主阶级。他在位期间唯一没有得罪的是口不能言、手不能写的贫苦百姓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他在位12年，承上启下，是清朝唯一持续改革的皇帝，改革力度之大，决心之坚定，在历史上堪称典范。可以说，东大清一朝只此一位明君。这说的是父皇，父皇勤政爱民，理应上榜。不过第10名，好低的名次，看来父皇只能屈居朕之下了。四郎，你在历史10大皇帝中排在第10名哎。朕只在第10名了，排在朕之前的又都是谁？历史10大皇帝第10位，大清王朝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。上榜理由：承上启下，扭转其父康熙昏庸导致的国库亏空，爱惜民力，休养生息。缺点：继承人挑选错误，儿子乾隆挥霍无度，葬送大清气运，致使大清由盛转衰。乾隆，弘历这个逆子，朕要立马废了他的太子之位。10全皇帝是千古第1皇帝，居然敢说朕挥霍无度，这个榜单到底是谁排的？朕要立马杀了他！爱新觉罗，丞相，灭掉的6国之中有这个姓氏吗？陛下，此姓怎么有点像戎狄的姓氏？戎狄？后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居然让区区狄戎在中原建立了王朝？爱新觉罗？爱新觉罗，崇巴，我记得爱新觉罗是北方建州女真人的姓氏。不错，明朝之前，女真人压根儿不成气候。也就是说，咱辛辛苦苦建立的大明，说不定是灭亡在那群深山野人手中，这怎么可能？崇巴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之前还是和尚呢，现在不也做了皇帝？说的也是。爱新觉罗，朕无争莫背，拉得瓦剌萨达抱头鼠窜。不成想，大明的江山，最后居然被关外的女真人断送了。皇爷爷，孙儿替您去灭了女真。
好圣孙，老大，这次你见过，朕要御驾亲征，彻底讨灭你朕。第10名皇帝，居然是你真人，朕又排在第几位啊？爱新觉罗，不成想后世子孙如此不争气，居然让外域之族做了帝王。陛下，请允许臣继续带兵打仗。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让大汉军旗插遍外域，这样华夏汉族就能永远立于世界之巅。哈哈哈哈！这才是朕的冠军侯。前9名都有谁？寡人大清嬴政，统一6国，开创大一统王朝，可有资格位列10大帝王。我刘季48岁看狗打架，54岁打败项羽，问鼎天下，带着一群狐朋狗友建立大汉王朝。要论帝王气象，有谁能胜过朕？朕虽杀兄戮弟，可朕一生戎马，被誉外称为天可汗。朕文治武功，何人能及？朕赵构铁骨铮铮，从不向任何人低头。10大帝王榜单上，我必将在榜。咱建立大明，为了百姓，可杀贪官污吏，更能杀功臣。咱就不信了，这榜单上还能没有朕？赵构，嘿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也配合这些千古帝王在一个榜单上？宿主，是否给予视频中人物神秘奖励？神秘奖励？我还能给视频中的人奖励？是的，宿主。由于您的视频关注度达到峰值，系统权限已升级，适当给予奖励，可以让您的视频更受欢迎哦。发放奖励。鉴于10大帝王在历史中的杰出贡献，视频创作者林峰决定给予10大帝王神秘奖励，诸位拭目以待。还有奖励，不知道会是什么？陛下，林先生当下盘点的是10大帝王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盘点10大武将？老夫一生征战无数，7国中我一人独灭5国。蒙家小子，真要盘点10大武将，老夫必上榜。至于你嘛，就不一定喽。吾乃西蜀霸王，吾已经攻占咸阳，暴秦已被推翻，本王即将分封天下。如此功绩，10大帝王中一定有本王的位置。我霍去病，封狼居胥，要是排10大武将，岂能没有我的名字？朕铁骨铮铮，有奖励，怎么可能少得了朕？朕修大运河，即将远征高句丽。要论历史功绩，谁能比得上朕？奖励什么的，朕不稀罕。奖励会是什么呢？10大帝王第10名，雍正皇帝光穆特赐奖励。这是神仙降世了吗？老天爷呀，您已经2年没下雨了，地里庄稼连年欠收啊，求您下点雨吧。视频创作者林峰特赐雍正王朝统治疆域3个月内风调雨顺。多谢林峰先生赐予，朕替大清百姓感谢您的大恩大德。下雨了，老天爷显灵了。今年一定会是丰收的一年呐！3个月风调雨顺，要是朕有了这个奖励，大明的百姓就不会饿殍遍野了，大明的江山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名乱四起。如果有这个奖励，朕何惜一死？3个月内风调雨顺，真乃神迹。不知道寡人的奖励又是什么？林峰先生赐予本朝3个月内风调雨顺，朕也想给林峰先生回赠些本朝宝物。众爱卿说说看，林先生会喜欢什么？陛下，世上没人会不喜欢金银珠宝，进献这些，林先生一定会喜欢的。俗不可耐。林先生作为天幕的掌控者，难道会喜欢金银这般俗物？别呀，老四，哥们儿就喜欢金银珠宝。陛下要说什么宝物能代表大清特色，非瓷器莫属。对呀，
朕在位期间研制的瓷器典雅大气，自然朴素，相信林先生一定会喜欢的。林先生，这是朕代表大清子民送您的一点心意，望您不要嫌弃。贡品消失了，宿主，雍正皇帝打赏的宝物是否提取？提取。要是给我一堆金子多好，瓶瓶罐罐才值多少钱？系统，这个我要是卖，能值多少钱？雍正粉彩福陶瓶价值4150万元。多少？这破瓶子值4000多万。这个呢？大黄釉粉彩陶文碗价值6245万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没想到这些玩意儿比金银珠宝更值钱。系统，这些东西你能帮我处理调换成钱吗？可以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108565万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108565万。发财啦！要这样下去，玩完1万亿指日可待啊！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9名，会是谁呢？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9名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。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草本百年新语录，车书万里救江山。宋赵匡胤，此人又是谁？他还有诗词赞美，为何朕没有？朕虽建立大宋，不过燕云16州还在契丹人手中，把朕排在第9位，也不是不能接受啊。哥哥才排在第9位，我赵匡胤即将发动高梁河之战，此役若胜，顺便再收复燕云16州，功绩必定在哥哥之上，这10大帝王也必将有朕一席之地。这赵匡胤姓赵，难道是赵国的余孽在后世再次建国？历史10大帝王之宋太祖赵匡胤，上榜理由：他是宋朝开国皇帝，他通过陈桥驿兵变，成功逼迫周公帝禅位，建立宋朝，并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进行统一战争，结束了自唐末5代以来的200余年的割据局面。他通过收兵权、弱化相权、分化禁军、杯酒释兵权等，加强了中央集权。这名为赵匡胤的开国皇帝结束乱世，建立大一统的宋朝，倒颇有寡人灭6国的气魄。陛下，按照功绩来看，你必定排在此人的前面。好一个赵匡胤！朕视他为左膀右臂，认他为殿前都监殿。不成想，等朕死后，他居然谋权篡位，夺了朕的大周江山。不过，赵匡胤先后灭掉荆南、后蜀等割据政权，建立大一统王朝，也算完成朕一直以来的心愿了。唐末，万国来朝的唐朝，最终也会走向灭亡，而之后中原大地再次实现统一，居然会在200年之后，为何会这样？二郎，你要想开点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哪有亘古不衰的王朝？大唐之前还有汉、晋、隋呢。嘿，皇后说的是，只是10大帝王第9名已经出现，眼下只剩8位，朕刚登基，不知道能不能出现在榜单上。大唐的未来又在何方？我可不想做2代而亡的胡亥阳光。朕身为开国皇帝，居然只排在第9位，也不知前面的8位又是些什么人物啊？陛下，按道理来说，如今您春秋鼎盛，臣不应该说下面的话。不过，在下，朕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但说无妨啊。陛下，如今大臣们都在议论，您为何迟迟不确立太子人选？皇二子得诏知书达理，样貌非凡，难道您对他还有何不满之处？
不瞒宰相啊，朕对老二并没有看法，只是他的性子并不适合做皇帝。朕打算传位给二弟赵匡胤。陛下，请您三思啊！朕心意已决，宰相不必再劝，让你安排的酒宴如何了？啊，安排好了，石守信、高怀德等将军都会到场。陛下，您真要解除他们的兵权呢？自5代以来，武将乱国的例子数不胜数。朕不杀他们，相反，朕会给予他们数不尽的钱粮和土地。但军权，朕一定要收回。杯酒释兵权呐，朕不得不这样做。宋太祖赵匡胤虽有诸多功绩，但其身上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少。宋太祖赵匡胤虽有诸多功绩，但其身上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少。其一，传位给其弟赵匡胤，继承人选择错误，导致所攒下的丰厚家底被迅速败光，中宋一朝都未能收复燕云16州。其二，一武重文，导致大宋军事能力大大削弱，周边辽、金、元等国相继而起，其建立的宋朝也终为外族所灭。什么？朕传位给匡胤，居然也是个错误的决定。一武重文和士大夫共治天下，居然是个败笔。陛下，眼下这些事情还没发生，请您慎重做出选择。没错，朕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。传朕旨意，立皇二子德昭为太子，免除赵匡胤一切官职，发配边疆。至于酒宴，先不办了，朕要好好想想，大宋的未来该如何去走啊！陛下圣明。好你个林峰，居然敢污蔑朕！大宋有朕，必将有更美好的未来。总体而言，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人功远远大于过，排在10大帝王第9位，实至名归，特此发下奖励。请宋太祖接下奖励，此为王霸之器，拥有此物者，可使武将臣服，文臣归心。自唐末200年来，中原大地战乱不止，人心涣散，武将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乎？文臣则君臣之心难聚，心口不一。拥有此物者，君王化身雄主，君臣一心共抗异族，燕云16州何愁不能收复？中原大地怎会让外族入侵？朕赵匡胤多谢林峰先生赐宝，臣立誓，此生必收复燕云16州，横扫异族。参见陛下，众爱卿免礼。本想免了众位老兄弟的军权，但林先生告知了朕，一武重文行不通，以往对北方辽国的求和赔款退缩，从现在开始攻守一行了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众位谁有胆量，随朕出征，收复燕云16州？愿意。我那可爱的老祖宗呢？王霸之气，那是什么玩意？等铁骨铮铮的朕上榜后，定要让林先生奖励朕3个月的风调雨顺。陛下作为中兴之君，必将超越开国皇帝宋太祖，位列榜单前列。赵构，等我以后有空还10大废物皇帝，必有你一席之地。你算什么废物东西，还想当10大帝王？还有赵匡胤、高粱和车神也想进榜单，想屁吃呢！唉，朕要是有这王霸之气，也不会让曹贼如此欺辱。陛下慎言，如今宫内到处都是丞相眼线。朕作为仁厚之君，就缺少此王霸之气，优柔寡断之下，才导致了西夏的崛起。丞相，朕愧对老祖宗。陛下，臣相信您的评价绝不亚于太祖。但愿吧。宰相，你说朕送林先生什么宝物合适呢？陛下，平常俗物林先生自然看不上。臣听闻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在您手中。宰相啊，你明知《兰亭集序》朕爱不释手，却偏偏这时提起，真是让朕作难了。陛下自行决断。罢了，
因为林先生，朕才有北伐收复燕云16州的勇气，也是林先生，朕在继承人义务重文的问题上没犯错误。大宋国运全赖林先生扭转乾坤，区区书圣真迹又算得了什么？大宋皇帝赵匡胤为答谢林先生大恩大德，特献上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一卷；为答谢林先生大恩大德，特献上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一卷。宋太祖赵匡胤打赏已收到，宿主是否提取？提取，我看看赵大送我个啥？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，不会是假的吧？宿主，真迹无疑。按照网上的介绍，《兰亭集序》真迹由王羲之7世孙传给弟子，后到了唐太宗手中。唐太宗命人临摹后，将真迹带入棺椁中作为陪葬品，又怎么出现在赵大手中？宿主，历史记载的不一定就是真相。也是，这幅真迹作为龙国传世瑰宝，能值多少钱？100亿。成交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100亿元。王霸之气嘛，此物对寡人来说倒不需要。陛下统6国，天下归一，筑长城，镇9州龙脉。要论王霸之气，后世怕是难有人可以与您企及。这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！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8位，第8位会是谁？历史10大帝王第8位，唐朝第3位皇帝高宗李治。唐朝，也不知这个朝代距寡人的秦朝过去了多少年。羽盖飞天汉，凤驾岳层峦，巨叹3秋祖，共叙一宵欢。唐高宗李治作为被后世黑得最惨的一位皇帝，他的功绩丝毫不亚于其父太宗李世民。他在位期间，人口暴增，国力强盛，武德充沛，政治清明，史称永徽盛世。李治，朕刚登基不久，啥时候有个叫李治的孩子了？好你个二郎，不想你会如此狠心，居然废了城前的太子之位。等下，容朕缓缓。难道在后世，朕的儿子们也发动了一场玄武门之乱？哎呀，媚娘，听到没？朕在历史10大皇帝中排在第8位。陛下，媚娘都听到了。不过被黑是什么意思？李治在位期间，其国力丝毫不亚于其父李世民在位期间的贞观之治，但其功绩在后世完全被其父李世民以及其皇后5州圣神皇帝武则天所掩盖。后世的影视剧、文学作品中，常常把李治刻画成窝囊废皇帝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。窝囊废，朕在后世的形象居然如此不堪。还有，你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？陛下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奴婢一介女流，怎么会当皇帝呢？一定是林先生搞错了。唉，怪不得后世对我的评价会这样。李唐王朝在我手中断送了。混账！5州圣神皇帝武则天，难道朕辛苦打下的江山也像秦隋一样二世而亡了？这个李治，朕对他太失望了。二郎，你冷静下。李治这孩子既然能在历史10大帝王中排在第8位，又怎么可能会是亡国之君呢？皇后，你说的对。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没想到后世居然会出现一位大一统的女皇帝。陛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名？哦，御史大夫说的是谁？李世民，此人正是唐国公李渊的2公子。什么？陛下一定是搞错了。您雄才大略，一统天下，大隋初创，民心所归，臣怎么可能在开国不久要造反呢？说的也是。李治一个窝囊废，哪里比朕强？他也能排在第8位。武则天这样强势的女人，我大清不可能出现。李治、李世民，难道他们李家
争夺了朕的大隋江山。贱民，这些贱民为何反朕？宇文化及，臣在。朕让你死，你死不死？君让臣死，臣不死，是为不忠。你爹让你死呢？父让臣亡而不亡，是为不孝。可李世民那些贱民，朕让他们活，他们却反朕，杀李家众人，以九族。唐高宗李治功绩彪炳，作为一位圣明之君，他在位期间先后灭掉西突厥、百济、高句丽等国，使大唐帝国的疆域版图达到了空前扩张。啥玩意儿？朕3次远征都没灭掉的高句丽，最后被李家的后人灭掉了。这臭小子不错，有朕当年横扫王世充、窦建德的风范。二郎，你那么厉害，咋灭不掉高句丽呢？说实话，高句丽这种小国，朕分分钟就能灭掉。为何不灭？爷们儿要脸，朕这岁数去全力打这种小国掉份儿。弟，原来女子也可以当皇帝，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呢？这个唐高宗李治倒不失为一位明主，作为王朝的第2位皇帝，他已经做得不错了。只是光环都给他父亲和媳妇掩盖。莹儿要是有他这种能力，朕就满足了。你觉得呢，皇后？陛下还记得莹儿？你心中不是只在乎如意吗？对了，还有妻夫人那个荡货。嘿嘿。历史盘点10大帝王，第8名唐高宗李治。上榜理由：纵观唐高宗一生，他在治理国家方面获得了诸多辉煌的成绩。不过，由于晚年病重，纵容武则天摄政专权，导致其形象在后世名声不显。总体而言，其功绩丝毫不亚于太宗皇帝李世民，上榜当之无愧。朕的儿子取得如此成绩，朕心甚慰。也不知道林先生会给智儿什么奖励。顺便提一嘴，李治的人品在后世也颇为争议。武媚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，是李治的小妈。然而李治即位后，不仅娶了武媚娘，还立其坐上皇后之位。后来顺便还娶了武媚娘的姐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林先生也真是的，这种事也拿出来到处宣扬，也不知道其他世界的父皇看到会作何感想。好小子，本丞相爱好人妻的癖好被你学去了。好小子，本丞相爱好人妻的癖好被你学去了。原本寡人还对李治颇为欣赏，没想他会干出如此有违人伦纲常之事。给自己老爹戴绿帽子，哈哈，这小子干的事儿，老子喜欢。唐高宗李治功绩彪炳，是为圣明之君，特赐奖励为期1年风调雨顺、延长寿命、祛病消灾的寿元丹1枚。1年的风调雨顺，还有寿元丹，朕谢过林先生。有了风调雨顺和寿元丹，这小子能否超过朕？不生气了？嘿呀，谁让给朕戴绿帽子的人是朕的儿子呢？能够延长寿命、祛病消灾的神丹，要是寡人得到这枚寿元丹该有多好！陛下，寿元丹只是第8名的奖励，微臣相信您得到的东西只会比这个更好。才到第8名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寡人呢？为期1年的风调雨顺，朕的大汉由于连年征战，加上干旱频发，导致粮草短缺。要是朕得到1年风调雨顺的奖励，足以彻底歼灭匈奴了。风调雨顺真是个好东西，可惜现在地盘还不够大，用处不大。不过我最近头疼的厉害，要是有了驱元消灾的寿元丹，我统一乱世指日可待。风调雨顺和寿元丹，朕都需要。100年南北朝对立，土地荒废，民生凋敝，百姓早就苦不堪言。朕急需风调雨顺，恢复
国力。同时，朕年事已高，身体大不如前。如果有了寿元丹，朕开创个汉朝那样的盛世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寿元丹咱倒是不稀罕，人终有一死，活那么久干啥？不过，朕要是有了风调雨顺，百姓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了。趁着国内风调雨顺，国力强盛，朕决定出征吐蕃。诸位大臣，以为如何呀？出征！第7名的视频已经制作好了，也不知道朱元璋看到会是什么反应。唯一一个在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以王爷身份造反成功的牛逼人物，轮到你了，永乐大帝。神迹降世了！皇帝万岁！林峰先生万岁！感谢林先生，朕一定励精图治，争取在位期间功绩超越父皇，超越汉武。唉，朕该回敬林先生什么礼物好呢？和氏璧，对，这种绝世美玉，林先生一定会喜欢。林先生，朕决定将此物进献给您。宿主，唐高宗的打赏已到，您是否提取？提取。和氏璧，据我所知，曾经有人出天价购买此物吧？没错，曾有神秘富豪出资2000亿，只为购买这块和氏璧。卖掉。如您所愿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2000亿元。按照这样的速度来看，1万亿很快就能还完了。陛下，快看，光幕又亮起来了！燕帝成名御天下，祖兴华夏大明强。朱腾龙脉征漠北，地起靖难自阴阳。鸿辉气度经百战，图存扫窝对强梁。大统神州军威震，越荒8极真帝王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7位，大明王朝第3位皇帝永乐大帝，明成祖朱棣。清、宋、唐，现在又来更明，朕倒要看看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个朝代。王爷爷，发生了什么？老四，这小子怎么当上皇帝的？老四是大明王朝第3代皇帝。幺儿，你有儿子不传，把皇位传给老四了。不过儿臣又不傻，怎么会做这等蠢事呢？老四我清楚，打仗是一把好手，毕竟在军中磨练过。可让他当皇帝，有那个本事吗？彪儿体弱多病，难道说，可就算彪儿不在了，咱只会立允文为储君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也轮不到他朱棣吧？这臭小子在咱死后到底做了什么？爹，历史10大帝王中，您排在第7位啊！也不知道前6位都是谁啊？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，你算什么历史10大帝王？方孝孺，你就不怕朕诛你9族吗？诛我10族，我也要说，朱棣，你一定会遗臭万年。爹，这儒生拖出去杀了得了。慢着，先留下这厮，让他看看朕是如何在历史10大帝王中排第7的。让他看看朕是如何在历史10大帝王中排第7的。若大哥在，我不会反，我依然是大哥的四弟，大明永远的燕王朱棣。父皇允文软弱，他当了皇帝，终将会毁了大明基业。我会向你证明，大明在我手中只会越发鼎盛。把老四给咱找来，朕要亲自问问，他有什么本事能做大明皇帝。历
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7位，明朝明成祖朱棣，九长歌，莫长叹，率尔万邦赴江山。他虽得天道而登临大宝，却又失人道而罪不可赦。只因当朝天子一纸削藩令，他便率800骑兵，以清君侧名义向九五之尊侄子朱允文兴兵开战。传本王旨意，今日发兵，奉天靖难。混账！这个老四在朕死后，他居然真的造反了。父皇消消气，四弟造反，兴许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他能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无非是允文想要削藩。他这个当死书的，怕手中权力不复存在，干脆来个起兵造反。朱棣，他以藩王之身入主大魏，面对史笔如铁的谩骂，将国之重臣连诛10族，以人屠之师五征漠北，将大明国库打个精光，也要彻底击贼寇于北境，复大明之正统。哎，穷兵黩武，咱就说他只适合带兵打仗，哪儿会治理国家？咱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都被这货败光了。朱大臣10族，太残忍了。哎，四弟啊四弟，就算林先生把你排在历史帝王第7位，恐怕后世对你的评价也不会高。这个朱棣野心勃勃，武力丰沛，竟然夺了侄子的皇位。不过，作为帝王，他只顾打仗，在治理国家上应该是不太善于。陛下，这位朱棣，林先生把他排在第7位，是不是过于高了？兴许此人还有什么过人的功绩没有播放，接着往下看。是。朕为了击败匈奴，连年征战，害得国内民生凋敝。不曾想后世还有个同朕一样的人物。陛下，要说功绩，这朱棣肯定没您大。毕竟在您的支持下，臣可是完成了封狼居胥的壮举。万君侯说的不错，封狼居胥这样的功绩，在后世应该没有人可以做到。朕为了皇位杀兄弑弟，原本还担心史书上没有人比朕做得更过分了，没有想到后世还有人才，居然以藩王身份夺侄子江山，最终还让他成功了。三郎，这位明朝皇帝不看人品，单论功绩，完全比不上智儿，为何排名却在智儿之上？朕也心存疑虑，这人也不是开国皇帝啊。我要让你们随我一起马踏连营，我要让你们随我一起血战沙场，让我们的子孙不用再受战乱之苦。将士们，随我冲上！朱棣，他虽得位不正，但绝对称得上一位好皇帝。其一生励精图治，率3军跨长城而五征漠北，只为以身为大明千古流芳，以魂佑江山，终归汉土。不怕敌军，誓不回转。龙道前压，天子亲征。身为皇帝，他每战必御驾亲征，是以君王死社稷之决心，树3军将士之榜样，最终实现5人最高荣誉封狼居胥，旷绝古今，只此一人。终于知道他为何排在第7了。此人一腔英雄气，单论武功，寡人不及也。小子，这下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吧？臣也没想到此人会如此勇武，身为帝王却实现了封狼居胥，怪不得林先生会把此人排在第7位。朕虽然在秦王时期数破敌军，可是和这位朱棣比起来，还是稍显不足啊。大郎，他虽然雄才大略，可是作为皇帝，光有勇武是不够的，在文治层面上讲，他还是比不上你。这小子，朕知道他勇武，没想到他会如此勇武。难道朕在皇位选择上没有考虑他，是个错误的决定？父皇，儿臣承认，在武略上老四是比我强，可是评价一位皇帝的好坏，文治武功要综合衡量。儿臣自信，在文治上他绝对比不上我。
幺儿说的在理，俺之所以选择你继承皇位，也有这方面的考量。如今江山稳固，身为咱的继任者，不需要多么雄才大略，守城就可以了。明成祖朱棣不仅雄才大略，在文治上同样有不凡成就。他即位后励精图治，发展经济，倡导文教，使得天下大治，国富民强。因年好永乐，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。史学家盛誉其远迈汉唐。在文化上，他命人编撰《永乐大典》，此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部百科全书，为继承弘扬华夏文化做出不朽贡献。在制度上，明成祖对太祖朱元璋留下的政策做出相应调整，完善了明朝文官制度。在影响力上，他派郑和七下西洋，致使万国朝拜纳贡，声望远超唐宋。当然，朱棣同样有不足之处，他曾对后世评价产生自我怀疑，对朱家子孙望而不安，对江山社稷流连忘返，却从未对贼寇马刀让步偏安。但总体而言，他文治武功俱佳，排在历史10大帝王第7名，当之无愧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7位，明成祖朱棣。上榜理由虽得位不成，但成就大帝称号，文治武功皆具德才，天命所归，当为天子。此人当真不凡，排在第7位，是否有些低了？朕除灭匈奴，在武功上，朕自信不逊于他；可在文治上，看看连年征战，名声凋敝，和他一比，朕自愧不如。陛下，在臣看来，他还是比不过您。难道只有战争才能征服人心吗？百姓如果生活艰难，朕对外征伐还有何意义？哎，朕对这位明成祖朱棣真是心生神往啊！奇男子也。没想到老四这皇帝当得那么好，咱真是走眼了。父亲，四弟雄才大略，儿臣心服口服，儿臣愿意把太子之位让给老四。太子之位你当得好好的，咱为什么要换？咱现在只希望林先生盘点到咱时，也能奖励些去病延年的宝物，这样你的病就不成问题了。也不知道林先生会奖励老四些什么呢？这便是朕谋权篡位后一生取得的成就吗？父皇，没想到在后世您的成就会那么高。视频中也没说父皇最后把位置传给了谁，难道是我？病的病，小的小，笨的笨，这皇位舍我其谁？皇爷爷，孙儿太崇拜您了。这些功绩，朕看视频已经都知道了。若不能超越这些功绩，取得更大成就，朕岂不就对不起林先生的盘点？朕在此发下宏愿，此生必将追平并超越始皇嬴政、武帝刘彻、太宗李世民，乃至父皇洪武大帝。如若林先生再排10大帝王，朕必定要以丰功伟绩，占尽前3。如有违誓言，八荒六合，天地共诛之。历史10大帝王第7位，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，雄才大略，特赐宝船10艘。宝船？这就是林先生口中的宝船？如此巨大的宝船，真是前所未见。要是有了这艘船，寡人派方士徐福前往蓬莱仙岛找寻那长生不死药，岂不就更轻松了？啊，这玩意儿比朕的皇宫都大，林先生管这叫船？开什么玩笑？朕七下江南早就玩腻了，要是有这般大的宝船，朕完全可以去海里驰骋了。林先生，朕是实权皇帝，10大皇帝中必有朕一席之地，快把宝船给朕送来。林先生
送朕那么多宝船做甚呢？明朝永乐时期，造船技术发展到顶峰，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七下西洋，增强了华夏同周边各国的友好往来，促进了中外经济的发展，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，后世颇多赞誉。把林先生的话我记下来。是。不过，受限于眼界，永乐大帝命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，并不是殖民海外，更不是称霸海洋，仅仅是为宣扬大明威德和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。耗费海量的国力物力，仅仅是为2个虚幻的目的，最终不仅使国库空虚，更让郑和七下西洋变得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此一来，在世界航海史上，华夏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，完美错过大航海时代。如果能做出改变，何至于让华夏在后世因为海权的落后而整整挨打了100多年？原来在后世海权是那么重要。朕误打误撞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，却又从门内转了一圈，重新回到了门外。林先生，朕明白了，朕一定会好好利用这10艘宝船，大航海时代将由朕提前开启。陛下万岁！林先生万岁！啊，这还有奖励？历史10大帝王第7位，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雄才大略，特赐宝船10艘，建文帝朱允炆踪迹，高产农作物玉米种子1吨。叶文跑去当和尚了，这决定啊，一定是父皇告诉他的。哦，这名为玉米的农作物，亩产居然可以达到10担啊！有了此物，华夏百姓终于可以吃饱了。亩产10担，世上竟还有这种农作物，这奖励太珍贵了。第7名都有这样的奖励，前6名又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惊人奖励？寡人太期待了。如果有了这物，百姓将永远不用担心粮食问题，朕必将踏平匈奴，开启远征，让大汉军旗插遍寰宇。哎呀，这奖励太丰厚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朕呢。大郎开创了大唐盛世，一定排在历史10大帝王的前列。老四居然获得3种奖励，嘿嘿嘿！咱老朱在殿内挖的地道，不曾想在后来还救了允炆一命。父皇，4弟都能排在第7位，您作为大明的缔造者，名次只会比他更高。嘿，咱不贪心，只要林先生给咱点玉米种子，大明必将更加强盛。众爱卿，朕该回敬点林先生什么合适啊？太子，你说说看。父皇，这个……皇爷爷，孙儿倒想到个宝贝，林先生兴许会感兴趣。哦，什么宝贝啊？在哪儿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，朕的宝剑。行，就它。永乐大帝进行打赏，宿主是否提取？提取，也不知道会是什么。这是永乐大帝宝剑。前世我出国旅游，在鹰将博物馆见过。是的，宿主，此剑作为明成祖朱棣佩剑，堪称绝世珍品，后世被鹰将占为己有，拒绝归还。据传此剑价值12亿英镑，我要是卖了，你会怎么处理此剑？在合适的时机，让它重现世人。那卖了吧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110亿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轮到第6名了，他又会是谁呢？第6名啦，是不是该轮到始皇帝啦？始皇帝只排第6，哼，王二，你也太小看他老人家了。要我看呢，始皇帝最少能排进前3。哼，暴秦嬴政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他算什么历史10大帝王？10大昏君必有他一席之地。这人是谁？咒骂始皇帝，为何臣位不将他抓起来？这儒生名叫淳于越，自从天目出现后，一直叫嚷着始皇帝进不了10大帝王之列。始皇帝得知后，
命令暂不杀此人，要让他亲眼看看我大秦皇帝到底能不能进排名。听说了吗？咱们南宋皇帝认为他必进历史10大帝王。啥玩意儿？赵构那狗皇帝，他连给那些伟大帝王提鞋都不配，他哪来的脸认为自己一定能进排名？朕有预感，这第6名一定是我十全老人。陛下，快看，开始了！陈国一灭，天下一统，朕要大赦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历史10大帝王第6位，开皇之治，300年乱世终结者。华夏第2位实现大一统帝王，开皇大帝，圣人可汗，结束300年大分裂，恢复汉家江山。同时，他也是华夏历史上第1位被老婆气得离家出走的皇帝，第1位一夫一妻践行者，他就是大隋开国皇帝杨坚。300年乱世终结者，第6位的这位皇帝倒是不凡，只是如此雄才大略的君主，居然会被老婆气得离家出走，这未免也太反差了吧！一夫一妻践行者，难道是说此人是妻管严？有趣。视频中说这位杨坚是华夏第2位实现大一统的帝王，那第1位说的是否就是寡人了？这杨坚可够悲催的，身为一个开国皇帝，却被一个女人管得服服帖帖的，实在可笑。不知道这位奇女子是谁，连开国皇帝都可以管住。杨坚，他何德何能？可是排第6，朕的智儿哪一点比他差了？陛下，杨坚再怎么说也是隋朝的开国皇帝，排在第6，臣妾倒认为没什么不妥。古来得天下之义者，未有如杨坚者，轻松夺了自己外孙的皇位，如同平白捡了个开国皇帝做，这有什么了不得的？陛下，杨坚在位期间勤政爱民，首创科举制度，虽有惧内的缺点，可作为皇帝，他也算合格了。勤政，哼，是因为他自知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，怕手下人造反，因此事事亲力亲为。至于科举，只是他打击关陇贵族的手段罢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识人不明，选了杨广当太子，隋朝20而亡，归根究底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就这货也能排在第6，哼，我看林先生一定是搞错了。皇帝人呢？皇后娘娘，陛下心情苦闷，出宫散步了。哼，说他2句，他还生气了。天下初定就想纳妃，没门！看到刚才天幕的视频没？咱大隋朝的皇帝居然排在第6，太难得了。咱大隋皇帝雄才大略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惧内怕老婆。朕这脸算是丢大了，也不知道林先生会奖励朕点什么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所有游牧部族倾巢南下，中原大地化作人间炼狱。这场大劫难导致大一统华夏文明分裂近300年，文明水平倒退500余年。而彻底终结这一浩劫，挽大厦之将倾，再造山河不是功绩之人，正是被游牧民族称为圣人可汗的隋文帝杨坚。寡人本以为实现华夏一统，后世百姓定能安居乐业，不曾想小小的北方胡族居然将中原的华夏百姓屠戮一空，他们怎么敢？匈奴，还有那群北方游牧民族，看来朕杀的还是不够多，不够狠。万军侯，臣在。如果林先生赏下奖励，等大汉国力充盈后，可愿再来一次封狼居胥？臣领命。这些北方胡人，不正是本王同意内迁的吗？五胡乱华的罪魁祸首是本王。单凭结束乱世、恢复汉人江山这点，隋文帝和咱类似，位列第6名，咱举双手同意。朕承认杨坚在结束分裂、统一全国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，不过其他方面他就没啥过人之处了。第6名还不是朕？难道朕可以进前5？好期待呀！隋文帝杨坚
在文治方面的功绩同样毫不逊色。他首次确立3省6部制，使中央各部门分工明确，互相制衡，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基本框架。他开创科举制度，废除魏晋以来的9品一中政治，打破氏族垄断，推动平民参与国家建设。只可惜，科举制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人制度，到了明朝，在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干涉下，走向了歧途。科举取士应该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吧？这种制度在我大秦是否适用？记下来。是，陛下。咱让科举制度走向了歧途，咱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是因为八股文，还是考试内容为程朱理学？不想朕这2个改革措施在后世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。总之，作为历史上最被忽略的帝王，隋文帝杨坚功绩卓著。他统一南北朝，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格局，有再造华夏之功。他改革首创的3省6部制科举制度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尽管杨坚在晚年存在猜忌、识人不明、听信谗言等，在一众儿子中选择了杨广即位，最终导致了隋朝2世而亡。但其功绩足以跻身千古一帝行列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，第6位大隋王朝隋文帝杨坚，上榜理由：终结乱世，再造华夏之功。作为历史上第2位实现大一统的帝王，上榜当之无愧。那么强大的帝国，2世就亡了。寡人有公子扶苏，大秦有他，绝对不会2世而亡。陛下说的不错，大秦有公子扶苏，一定会传承万年的。这燕人和胡亥关系要好，大夸起扶苏了。勇大，等朕死后，大魏的江山就靠你和曹爽了。有你在，朕相信隋朝2世而亡不会发生在大魏。臣定不负重托。说起来，大唐的3省6部还有科举制度，确实都是沿袭隋朝。在这点上，朕不否认杨坚的功绩。陛下，刚才不是还对杨坚有意见吗？怎么态度突然变了？通过林先生的视频，朕发现是自己狭隘了。杨坚终结乱世，恢复华夏，在文治上成绩同样斐然。如果不是他选了杨广当太子，朕怕是没有机会开创大唐盛世。在某种角度上，朕应该感谢他。林先生真会开玩笑。朕开挖大运河，如今即将攻灭高句丽，朕的功绩只会比父皇更高。大隋怎么可能在我手中灭亡？父皇，儿臣上位的手段虽然不干净，但是只要是雄才大略的君主，又有几个上位是干净的？父皇，朕一定要让大隋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。父皇都能排在第6，朕必定在前5。咱隋朝2世而亡，不可能吧？啥玩意儿？广儿最终继承了大统，大隋2世而亡了。朕明明立的太子是永儿，广儿咋当上皇帝的？父皇，儿臣现在是太子，可是后来你还是把皇位传给了二弟，大隋2世而亡，这就是你们让我继位的报应。永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父皇？如何呢？又能怎？永儿性格率真，可情商太低，难怪后面斗不过老二。俩儿子一个傻缺，一个缺根筋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隋文帝杨坚，历史10大帝王第6位，雄才大略，特赐下奖励：风调雨顺3年，送子观音的柳条1支，寿元丹2枚。送子观音的柳条1支，使用送子观音的柳条1支，可以生下一名天资聪慧、具备帝王之资，可以带领大隋走向璀璨未来的中兴之主。太好了，朕对俩儿子都十分失望。
林先生直接给朕送来一名天生的帝王孩子，王后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去造人吧！啥意思？林先生还能送儿子？我还想当上皇帝后开挖大运河呢，这下应该没机会。寿元丹和风调雨顺，林先生都赏赐过，送子观音的柳条倒是第一次见。这是直接给隋朝送了一个忠心的帝王啊！陛下，臣斗胆，您觉得这3样哪个更好？先排除柳条，寡人有扶苏，他虽有些许仁慈，不过加以锻炼，未来成为一位合格的帝王问题不大。风调雨顺和寿元丹，寡人还是会选择寿元丹。张兄，你审审真吧，可惜本丞相没有柳条，要不然我绝对给你整个兄弟出来。丞相说笑了。柳条对朕的作用倒是不大，我孙仲谋有浩儿，雄姿英发，有成为千古帝王的潜力，绝对能帮朕完成一统三国的梦想。朕想起有个东西，林先生绝对没见过。宿主，隋文帝杨坚进行打赏，是否提取物品？提取。这老家伙会送我个啥玩意儿？我靠！别人都是送珍宝，杨坚送我个这玩意儿。宿主，这是王莽头骨。王莽在死后，其头颅被多代皇室收藏了272年，被视为特殊的传世国宝。我只想知道能卖钱吗？当然，王莽疑似穿越者，这枚头骨在异世界价值连城。那就卖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2000亿。这玩意儿值这么多钱？主要是稀缺。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在系统这里更值钱。10大帝王前5名开始开盘，也不知道这些千古一帝会送我些什么。陛下，开始了。盘点进行一半了，也不知道这第5名会不会是寡人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5位，他是华夏历史上首位以布衣之身开创王朝的帝王，他终结始皇建立的大秦帝国，建立起横压历史的伟大王朝。他是第一个御驾亲征而统一天下的皇帝，他是第一位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皇帝。他开创的大汉王朝直接定义了汉民族的诞生，同时他建立的汉朝历经400余年，是封建王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。他就是400年大汉基业开创者，大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。陛下，您刚才听到了吗？这个人终结了寡人建立的大秦帝国，他要是和寡人生活在一个时代，寡人势必要把他挫骨扬灰。陛下息怒。寡人倒要看看终结了大秦帝国的这位刘邦到底有多伟大。大哥，终于到你了。什么大哥？我杨侯给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上朝时要称职务。我刘邦才排在第5位，低了。陛下，你认为你应该排第几？始皇帝建立的秦朝都是老子命，我当然要排第1。大哥霸气。丑霸，刘邦只排在第5，你一点儿也不紧张吗？汉高祖和咱一样是布衣出身，确实不凡。不过咱有信心排在他前面。吹牛！不信你等着看吧。咱只是好奇，前4位除了咱，都还会有谁？他刘邦一个乡下小瘪三，有什么资格排进前5？朕十全老人，康乾盛世，就是朕的功劳。朕相信林先生只要不瞎，一定会把朕排进前3。刘邦区区一介平民，若寡人所料不差，他之所以造反成功，推翻大秦，定是几百年后的大秦帝国以用木笔，君王昏聩，民乱四起，才会给刘邦这种人所趁之机。陛下说的是，当下大秦强盛，给那些小民100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造反。
小人刘邦，暴秦明明是本王推翻的，他凭什么进历史帝王前5？前段时间在胡门设宴，臣就见刘邦此人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，真龙已成，龙象尽显。朕当时就极力劝说楚王杀掉此人，陛下不听啊。本王倒是好奇啊，吾以得天下，上贤之士不下100万，况且刘邦已被本王发了川蜀，如此情况下，他又是如何打败我，一统天下的？大王往下看就知道了。纵观华夏历史，刘邦的崛起无疑是令人惊叹的传奇。从一个被视为流氓的小人物，到开创大汉江山的帝王，他仅用了7年时间。从屡战屡败到敢打必胜，从屈于人下到睥睨天下，刘邦的帝王之路走得异常艰难。7年，亚父可知道，如今是刘邦造反的第几年呢？2年。也就是说，5年后刘邦就会出蜀入关，打败本王。不错。入关之后，本王分封天下，刘邦从一个亭长被吾封为汉王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大王错就错在起义成功后推行分封之政，这才给了刘邦这等人可乘之机。在本王心中，分封才能稳定天下，安抚人心。难道这样做本身就是错误的？7年就让人推翻了大秦帝国，100年后的子孙太让寡人失望了。陛下，后代子孙当然无法和扶苏、胡亥这些公子相比。魏国公，朕自信比刘邦这个泥腿子强上不少。7年后，朕能收复大宋故土吗？陛下雄才大略，定能重现大宋荣光。对了，岳飞是否班师回朝了？暂无消息。陛下，依臣看来，岳飞此人必杀之。朕为什么要杀岳飞？杀了他，还有谁可以收复故土？陛下，能征善战的将领多的是，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，哪个不比岳飞强？臣听闻北伐期间，岳飞笼络百姓，收买人心，将士高呼“岳家军万岁”，军队俨然成了他岳飞的私军。照这样下去，如果岳飞手下将士黄袍加身，他会不会效仿太祖皇帝谋反？请陛下早下决断。那就杀了！历史10大帝王盘点前3，定有朕的位置。等林先生降下赏赐，没了岳飞，朕就御驾亲征。陛下圣明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47岁时，始皇帝马车经过，汉高祖刘邦立下宏愿：大丈夫当如是也。你说什么？彼可取而代之。陛下，这个刘邦竟和咱们是同时代的人。寡人的大秦帝国居然不是亡在几百年后，而是大概率2世而亡。赵高，臣在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刘邦给朕找出来。遵命，陛下。2世而亡，寡人对扶苏太失望了。丞相，你说太子该不该？陛下，以微臣看来，扶苏公子行仁德之道，是他做不好太子的关键。要说换，倒也不必。是啊，为帝者当行霸道，行王道。6国余孽还没杀干净，还远远不是行仁义的时候。汉高祖刘邦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46岁前，他碌碌无为；47岁释放徭役囚徒，芒砀山起义；48岁斩白蛇起义，攻入沛县；50岁入咸阳，赴鸿门宴，封汉王。此后出蜀入关，拜韩信为大将军，历经彭城之战、广武之战。55岁汉夏之战，击败西楚霸王项羽。62岁，带着一帮猪朋狗友衣锦还乡，成就大汉王朝。韩信，
这名字本王好像在哪儿听过呀？霸王，你还记得那日闯进大帐的赤级中郎将吗？他好像就叫这个名字啊。没错，本王想起来了。难道刘邦就是靠此人打赢了我？他现在何处啊？应该还在军中，把他找来。既然他能帮刘邦平定天下，本王为什么不能收为己用呢？让郎中令去沛县附近寻找刘邦。是。寡人还是不明白，一介小民为何能推翻强盛的大秦？丞相，你说说看。陛下，臣认为刘邦这人本身倒没什么能耐，只不过是恰逢其会，造反作乱的主力定还是那些六国余孽，如视频中提到的项羽。要是刘邦平庸，林先生不会把他排在历代帝王第5位。至于项羽，定是那项燕的后人，主随3户，亡秦必楚。此人死前的余音还时常在朕耳中回响。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成功的原因，刘邦知人善任，他重用张良、萧何、陈平、韩信等人，助他打江山，并坐稳江山。刘邦性格豁达豪迈，不拘小节。他不喜儒生，但不妨碍他任用儒生。他不喜韩信，但仍任命他为大将军。虽在大汉建立后，他和吕后又残忍杀了韩信。刘邦善于学习，他继承和发扬了秦始皇的理想，并吸取其失败教训，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。而他最成功的还在于他的儿孙们的成功。文景两帝，武帝刘彻，光武帝刘秀。快记下来，本王就不信了。学习了他的优点后，本王还打不过这泥腿子。是寡人的失败教训。丞相，天下初定，人心不稳，各国余孽皆藏在暗处，虎视眈眈。命人暂缓修建长城、骊山墓、阿房宫，减少宗派徭役，轻薄赋税。这个刘邦不是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吗？寡人要向他学一学。陛下圣明。把萧何、张良、陈平、韩信都给寡人找出来，寡人也要知人善任，不给刘邦这小子可乘之机。是。至于性格，寡人还不够豁达豪迈，不拘小节吗？陛下若是行事能少点杀性就更好了。寡人懂你的意思，焚书坑儒这种事，寡人以后少做就是了。陛下圣明。把萧何、张良、陈平、韩信都给寡人找出来，寡人也要知人善任，不给刘邦这小子可乘之机。是。至于性格，寡人还不够豁达豪迈，不拘小节吗？陛下若是行事能少点杀性就更好了。寡人懂你的意思，焚书坑儒这种事，寡人以后少做就是了。陛下圣明。分60支余烈打下的大秦帝国，寡人可不想就这样被人轻松地摘了种子。陛下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杀了我？这太尴尬了。老韩啊，世人难免有糊涂的时候。既然朕在历史上评价那么高，朕决定不杀你就是了，免得后人说朕凉薄，乱杀功臣。那么多老兄弟都看着呢，朕绝不反悔。还不快谢过陛下！兄弟们，你们说林先生会给朕什么奖励？陛下位列历代帝王第5位，奖励必然丰厚。朕倒是没啥想法，如果林先生赏给朕几个后世倾国倾城的美人，朕必对他感恩戴德。哈哈哈！咱开局一个碗，打下大明江山，遍寻历史上诸多帝王，在比惨上也就汉高祖刘邦和朕媲美。严格说起来，也就只有我俩才算得上是白手起家。冲爸，你说这历史10大帝王前5名的奖励跟前面会有什么不同？能排进前5的，又有哪位不是千古一帝？又有哪位不是对华夏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？林先生必不会吝啬奖励。陛下威武！这
可爱的老祖宗啊，不知朕的排名能否在他之上？匈奴是高祖皇帝的一生之地，也是大汉从前最大隐患。陛下雄才大略，用44年打得匈奴在大汉版图上彻底消亡。要说功绩，您必排在高祖之上。要是高祖不杀韩信，哪儿会有白登山之败？兴许匈奴早在100年前就被击败了。第4，会不会轮到朕了？陛下快看，好大一个光球！不出朕所料，林先生对前5名的奖励定然丰厚，朕又会得到什么奖励呢？汉高祖刘邦以布衣之身，提3尺剑，开大汉400载基业，实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话。他结束秦朝，建立汉朝后，以文治理天下，儒家为主，法家为辅的理念，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深远影响。他废除秦朝苛法，大力发展农业，实行轻徭赋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为文景之治奠定基础。虽对匈奴有白登山之败，但功绩足以称为千古一帝。特赐奖励风调雨顺10年，寿命100年。寿命100年，寿命100年，这可以活100年！恭喜陛下！七哥，我也想活100年，一边玩去！寿命100年，历史10大帝王的第5名居然会直接奖励寿命！若寡人能再活100年，寡人必亲率领大秦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大秦帝国，寡人必可以使目光所及皆为华夏，江河所至皆为秦土。陛下，你岂让徐福去找寻那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岛？林先生的奖励才更实际点。马上要盘点前4位帝王了，第4位会不会就轮到寡人了？100年的寿命啊，对这个奖励，朕倒不是很感兴趣。为什么？三郎雄才大略，要是你能活100年，大唐江山岂不是能一直繁盛下去？不要说100年，就是50年，朕的大臣亲朋又有几人活在世上？所属之人陆续凋零，朕活得越久，只会越发孤独。三郎，你要多为大唐百姓着想。如果没有皇后，朕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臣妾会永远陪着陛下。宿主，汉高祖刘邦向您打赏礼物，请问是否提取？等会儿，没看我正忙着吗？提取。据我所知，汉朝应该没啥宝物，刘邦又能送我什么东西？一把汉代剑，哥们儿好歹送刘邦100年寿命，他就给我个这玩意儿。宿主，此为刘邦斩白蛇剑，传说中的华夏镇国神器。其他平行世界正好有卖家出价5000亿收购。你说多少？5000亿？买这个？既然是华夏镇国神器，我不卖。宿主真的不卖？卖也行，不过得加钱。5001亿，成交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5001亿。这下总该轮到朕了吧？第4，大概率不是陛下。哦，秦丞相什么意思？朕不配上榜吗？陛下误会了，陛下是大宋中兴之主，第4怎么能配得上您的身份？依臣看，您至少应该排进前3。何尚书，你说林先生会给朕什么奖赏？从现在的情况看，陛下至少能进前4。要是奖励寿元丹，至少可以得到3枚；要是风调雨顺，至少也是10年起步。直接奖励寿命就更不得了了，那样陛下至少可以活100多岁。那样朕岂不真成十全老人了？第4位会是朕吗？
我汉室70年来，对匈奴屡战屡败，以致士气蹉跎，国威沦丧。这种局面必须要扭转。朕此战要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和匈奴人，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，寇可往，我亦可往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名，华夏历史上唯一可与秦始皇比肩的天下雄主。能和寡人媲美，此人到底是谁？陛下，通过视频看，这位帝王生活的朝代距离大秦不远，可以和朕比肩的帝王只排在第4，也就是说，第3很可能就是寡人嘛。第1终究不是寡人。陛下，第4位是您。这居然排在高祖前面，这要是被他老人家知道了，肯定要骂娘了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位，他16岁登基，南平芈月，东灭高丽，西通大宛，北击匈奴，派张骞出使西域，使丝路贯通四方，景主复演推恩令，削藩集权，成千古阳谋。50载帝王生涯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文治武功，开创汉武盛世。他就是西汉定鼎千秋的铁血天子，汉武大帝刘彻。好个刘彻，好一位汉武大帝！仅仅只是看这些功绩，此人和寡人比肩，寡人同意了。只可惜不能与这位刘彻活在同一时期，否则寡人必当和他共饮之。此人风采，倒和陛下真有一比。要是此人是我大秦的储君多好，扶苏不如也。汉武帝刘彻，第4位是朕的子孙。这是大汉的第几位皇帝？陛下，您的子孙排在您前面，您不会生气吧？我说老兄弟，朕的孙儿如此优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生气呢？恭喜陛下！朕的子孙能和始皇帝媲美，这样说的话，嬴政那老小子注定是要进前3了。刘彻他前期是不错，可是他后来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把他排在第4位？朕不服。皇上消消火，可能林先生把您排进前3也说不定呢。真的？当然了，皇上，你想想，康乾盛世造福了天下多少百姓，连化外蛮夷之地的黄毛鬼都崇拜您，进个前3不是简简单单吗？第1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甚好。汉武帝排第4，林先生倒真看得起咱。秦始皇我肯定没法比，咱和李世民到底谁是第2，谁又是第3？我说重八，唐太宗李世民，人家可是天可汗，你能和他比？前10有没有你还不一定呢。副头人家懂个啥？咱怎么就比不上他李世民？唉。我刘备可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正儿八经的大汉皇族，被推恩令搞到路边去卖草鞋了，一整个大无语。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，其功绩显著，但也存在一些缺点。缺点？去病，去把朕的缺点都记下来。陛下是天下共主，能有何缺点？一定是后世之人故意诬陷歪曲陛下。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，虽开疆扩土，使大汉王朝达到版图鼎盛，但穷兵黩武，频繁发动战争，后果就是国库空虚，百姓负担极重。晚年的汉武帝迷信方术，追求长生不老、巫蛊之祸，致使太子刘据、皇后卫子夫双双自杀。巨儿和子夫双双自杀？陛下，你那么疼爱魏姨母，为什么会杀她？去病，人是会变的。你问朕为什么要杀子夫，朕现在也回答不上来。不过有了林先生的提醒，朕一定不会搞出巫蛊之祸，诛杀太子和子夫这种事。至于穷兵黩武，朕认为自己没做错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只是苦了天下百姓。祛病，你说要朕没犯晚年这些错误，能不能和始皇帝一较高下，争一争历史10大帝王第1的位置？始皇帝也犯错误，继承人选了胡亥，
致使了秦朝20世而亡。哈哈，陛下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要是寿不到晚年，绝对能排在第一。你这个臭小子！寡人也迷信方术，追求长生不老，和汉武帝刘彻何其相似。寡人的晚年又发生了些什么？陛下，臣也很好奇，强盛无比的大秦帝国为什么那么轻易就2世而亡了呢？困惑的地方太多了。寡人现在倒很期待林先生对第4名又会说什么奖励，只怕会超乎想象。嘿嘿嘿，汉武帝要是不犯错误，咱老朱也不可能排在他前面。刘彻虽晚年昏聩，但他知错能改，是历史上第1位下罪己招的帝王。就凭这一点，绝大多数帝王都鞭长莫及。不错，不知道这一次的奖励又会是什么？这一次的奖励又会是什么？自朕登基以来，任用贤能，改革吏治，开创开元盛世，大唐再次变得繁荣鼎盛。丞相，你说前3名会不会有朕呢？陛下只用前半生就让大唐走向极盛，您后半生的功绩定会更加伟大。依微臣看，您不仅在前3名，而且位置比在太宗之上。说得不错，朕绝不会像汉武帝晚年一样昏庸，朕保证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位，汉武大帝刘彻。陛下，奖励来了！文治武功，独步古今，特赐下奖励。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4位，汉武大帝刘彻。为表彰功绩，特赐下4种奖励：风调雨顺10年，寿命200年，寿元丹3枚，土豆种子及种植之法。4种奖励，寿命200年。土豆为高产农作物，亩产可达3000至5000斤。多谢林先生赐下奖励，谢林先生。果然不出寡人所料，前5名都会奖励寿命，第5名100年，第4名200年，以此类推，第1名岂不就是500年寿命？陛下，要是您有500年寿命，不敢想象大秦会强大到何种地步。到底谁是10大帝王第1位？现在还是无位可知。要知道前面盘点的帝王，哪一位不是雄才大略、威震寰宇的英豪？寡人和他们相比，谁更胜一筹？还要看林先生如何评判。土豆，亩产可达3000至5000斤，咱大明要是有了此物，可以养活多少百姓啊！皇上，马上就要盘点前3名了。太师在担心什么？第一儿都可以排在第7，你认为咱上不了榜？臣不敢。哼，你最好是真不敢。寿命200年，和尚说，你说第3名会不会就是林先生给朕准备的位次？皇上，积学是学贯古今，对历代帝王的功绩定然十分了解，您何不问问他，皇上有没有资格进前3？季学士说说吧，即将公布的第3名会不会是朕？皇上低了。什么低了？皇上，何尚书曾有言，这历代帝王的第1名，非您莫属。何尚书，没想到在你心目中，朕的地位那么高啊！我你妈！上丹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来中路啊！宿主，汉武帝刘彻已向您打赏，是否提取？提取，看看武帝打赏了什么东西。啊？就这？刘彻什么意思？老子给他200年寿命，他让我狗破鞋！宿主，此物名为孔子履，孔子曾经穿过的木屐，在华夏历史上和传国玉玺、斩白蛇剑、王莽头并称为4大镇国神器。好家伙，这样说的话，4大镇国神器，我就差传国玉玺没得到了。也不知道剩下将要盘点的3位帝王，谁能打赏给我？系统问问异世界有没有药剂这些的，想办法卖掉。收到。10大帝王终于盘点到最后3位了，谁是第1？想必他们都很期待吧。
看了这诸多视频，寡人不得不承认，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后世帝王中雄才大略者不计其数。前3名中，寡人究竟是否位列其中啊？陛下不要妄自菲薄，在臣看来，您排在10大帝王的首位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哦，陛下，第3名要公布了，会是寡人吗？愿为大唐皇帝陛下上尊号，名曰天可汗。不是寡人，此人是谁？一位汉人皇帝当上了匈奴的天可汗。酒莫绝，歌莫却，朝天再奏破阵乐。他生而龙凤之姿，天日之子。年仅18岁，便随父起兵。每逢战役，其无不跃猛先登，深入贼阵。若为流矢而中，一拔而复战；即血流入袖，一洒而复战，直至阵斩敌寇，双刃尽缺，方才奏凯歌于血海之上。他仅凭手中3尺长刀，胯下追风飒鹿子，腰间50巨阙刀，一曲秦王破阵乐，便为大唐开创300年基业。他就是天可汗，天策上将，唐太宗李世民。二郎，第3名是你。朕本以为榜单之上不会有朕的名字，没想到林先生却把朕排在10大帝王的第3位。这不仅是朕的荣幸，也是大唐的荣幸，更是大唐万千百姓的荣幸。恭喜二郎荣登10大帝王第3名。自此以后，大唐帝国必将万世永昌，二郎之名当传颂万古。不够，林先生若赏下寿命，朕必与你共分之。二郎，听话，没有你的陪伴，朕就算可以活数百年，又有何意思？天可汗，好啊！二郎虽谋权篡位，杀兄弑弟，逼迫朕成了太上皇，落得个凄惨局面。不过，看到二郎开创大唐万世基业，在10大帝王排名中位列第3，朕对他倍感自豪啊！为什么历史10大帝王第3位是李世民而不是朕？季学士，你给朕解释下。皇上，第3名不是您，可能是林先生把您排在了第1、2名，也说不定呢。真的不错，朕是实权老人，以朕的功绩排在前2名也属正常。大唐帝国唐太宗李世民，此人既被外族称为天可汗，必定和之前的朱棣杨坚一样武质超群，只是不知道他还有何过人之处。李二英姿盖世，武定四方，贞观之治流传万方。此人排在第3，咱第2有戏了。崇爸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负啊？人家唐太宗雄才大略，文治武功哪样不比你强？此人才第3，你凭什么能排在他前头？前2必有朕的名字。一开始咱也不在乎排在第几，可是林先生的赏赐中，风调雨顺，高产种子，这些对百姓的帮助太大了。于是朕一直期待能排在前列，不想咱一介布衣，林先生那么看得起10大帝王中，居然把咱排在仅次于始皇帝的位置上。你就吹吧，一会儿前2名公布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唐太宗李世民，7世纪最强碳基生物，东半球话事人，大唐玄武门继承法创始人。玄武门继承法创始人是什么鬼？皇皇太宗业，树立甚宏达，上马打天下，开疆拓土，下马治天下，发展民生，千载文治武功第1人，唐太宗李世民也。李世民是哪冒出来的毛头小儿？朕才是华夏历史上文治武功第1人。伟人曾评价：自古能君，我一人出李世民之右者，其次则朱元璋矣。唐太宗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天才，皇帝中的战神，战神中的皇帝。若他不做皇帝，武庙十哲中一定有他的位置。李世民弘济苍生，其意多如再造华夏。他开创贞观之治，为千古传唱，为后世子孙向往。战神皇帝，寡人虽不如，不过论军事能力，他比起寡人的王翦、蒙恬、赵信又如何？
陛下，我是陈吹。如果林先生排历史10大名将，臣必进前3。6国独灭齐武，王将军的本事，寡人自不会怀疑。陛下，刚才视频中出现个人名，您注意到没有？朱元璋，此人会是10大帝王中的第1吗？朕朱瞻基打得蒙古跪地投降，朕算是战神皇帝吗？战神皇帝，等朕御驾亲征，横扫瓦剌，这个名头就是我大明战神朱祁镇的了。陛下此战必定凯旋而归。陛下一族凶残，你金贵之躯怎可轻易涉险？大胆于切，你说朕不如太祖、成祖和父皇喽？陛下尚有自知之明。好，居然敢顶撞朕，拉走，停杖50。陛下，大军出征在即，就饶过于谦这次吧。等朕凯旋而归，再找你算账。李世民虽是个好皇帝，但绝不是个好人。为了皇位，他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兄戮弟，逼迫父皇退位。为了掩盖事实，成为华夏历史上第1位篡改史书的皇帝。杀兄戮弟，篡改史书，此人倒是大胆。陛下当谨防此等事情的发生。你想说胡亥吧？他虽顽劣，但绝没有此等气魄，敢杀掉扶苏。丞相多虑了。陛下，大秦在视频中2世而亡，难道真的是扶苏公子的过失吗？丞相说的不错，如果扶苏正常即位，大秦怎么会那么快灭亡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唐太宗李世民，历史10大帝王盘点位列第3位。上榜理由：唐太宗虽有玄武门污点，但他整威王、匡文教、复汉江、树地范、立典章，让华夏民族彻底在世界文明中扬名。第3名，当之无愧。历史10大帝王排名从第5位开始就奖励寿命，不知道进入前3会不会有变化？应当不会。只剩最后2名没有公布，也不知寡人能否上榜。身体的日渐衰弱，让寡人对寿命实在太渴望了。果然，朕在后世遭人诟病的点，还是在玄武门之变上。二郎，你看看之前上榜的历代帝王，哪有没有过失的？那个朱棣抢侄子的皇位，前朝杨坚毒杀亲戚周宣帝，你位列前3，就说明林先生更认可的是你的功绩啊。吴垢说的不错，是朕多虑了，也不知道林先生会奖励什么。我想和你共享寿命的愿望，他是否同意啊？李世民有谋权篡位的过失，咱的不足之处又是什么？重八，你的毛病可太多了。就说一点，夜里喜欢打呼噜放屁，是不是你？老伴儿，你胡说个啥？咱历史10大帝王中位列第2，给朕留点颜面。你说第2就第2了，多少功绩卓著的帝王都还没上榜，啥时候就轮到你当第2了？那你说说，历史上还没上榜的皇帝，哪位可以比得上咱？不说是皇帝，汉光帝刘秀，你比得上吗？刘秀虽是中兴之王，但得位过于轻松。下一位。汉文帝刘彻，这位确实勤政爱民，咱也很敬仰。不过终究不是开国之君。下一位。哼，元廷忽必烈，一族而已，咱自信不比他差。行，我不说了。你现在呀，狂到没边了。至于你是不是第2，还是让林先生评判吧。历史10大帝王第3位，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，特赐下奖励。奖励包括：1. 寿命500年；2. 风调雨顺30年；3. 土豆、番薯种子1吨。二郎，你可以活500年。土豆、番薯种子，此2种农作物亩产均可在3000斤以上，极其适合大唐境内大面积种植。朕李世民替大唐百姓感谢林先生赏赐。历史10大帝王前3名，宿主均可实现一个心愿。唐太宗李世民，请说出你的心愿。林先生，朕想让长孙皇后和朕获得1样酒，可以吗？如你所愿，此为比翼共生丹，
使用此丹后，可指定一名女子与你同生共死。多谢林先生，朕立誓在接下来的500年内，定让大唐帝国傲立寰宇。风调雨顺自不必说，前面几位都有这个奖励，无非是年限长短而已。出乎寡人意料的是，第3名的寿命居然是500年。不光如此，前3名居然还可以实现个心愿。前面2位又会是什么样的奖励？寡人太期待了。500年，老子忽然觉得100年不香了。比翼共生丹，要是陛下你得到此丹，本宫是不是也可以活100年了？你又怎么知道朕会选择你一起同生共死呢？好啊，刘季，有了戚夫人，糟糠之妻就可以抛弃是吧？要不是本宫活不过你，势必要把那贱人做成人质。桃园结义时，咱们兄弟3人立下誓言，要一起同生共死。要是那枚比翼共生丹是兄弟共生丹就好了。大哥放心，关某定助你匡扶汉室。不久的将来，10大帝王榜单中必有大哥一席之地。俺也一样。好兄弟，到朕了，到朕了！第2名一定是我十全老人。皇上，微臣忽然肚疼难耐，臣去找大夫看看。想跑？你在怕什么？微臣不敢，臣真的肚子疼。要是拉一裤兜子，只怕皇上闻到。站着别动，朕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拉一裤兜子。皇上，难道您知道了？榜单上压根……和尚书千万别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一会儿公布朕位列10大帝王第2名，就没人和朕共享喜悦了。皇上还在做白日梦呢。宿主，唐太宗李世民已向您打赏，是否提取？提取，看看李老二给我送了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……果然是传国玉玺，李老二够意思呀！系统，这东西可是无价之宝，在你那值多少钱？传国玉玺无法用价值衡量，宿主要想卖，本系统可以出价5000亿。成交。您尾号为1417的银行卡到账5000亿元。几次奖励下，1万亿我早就还清了。做完最后2位帝王盘点，就搬进5星级酒店，可以享受潇洒人生。终于轮到历史10大帝王的第2位了。陛下，臣有预感，第2位还不是您。哦，丞相，你真的这么确定？寡人排在第1。要知道这些后世帝王个个不凡，难保不会出现一位比寡人功绩更大的存在。第2位怎么轮也该轮到朕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陛下，其实吧，上不上榜也不是很重要，毕竟您的功绩，榜单上这些人压根儿无法和您媲美。是，陛下，榜单上的好多都是关系户，林先生肯定收他们钱了。怎么贿赂林先生？朕也给他打钱，朕也想当第1。怎么还没出现父皇的名字？爹，我看啊，皇爷爷压根儿不在榜单上。他是大明的开创者不假，可你想想，他杀了多少功臣啊？在他的治理下，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吗？后世，住口！父皇的功与过，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指指点点。切，本来就是嘛。还有最后2位帝王没有公布，皇爷爷难道有那么大本事，可以比唐太宗还强啊？重八，别想了，第2名怎么可能？华夏历史上有那么一位帝王，出身虽低，德位最正，一句建元洪武，洗刷了华夏几百年屈辱。有那么一个朝代，中期276年，没有远嫁1位公主，没有休战1次，没有割让哪怕1块土地，没有付过1次赔款。其国家首都设在御敌前线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在。重八，这说的好像是你。第2名舍我其谁？重八，没想到林先生会把你排到那么高的位置。还是你的男人有实力。看把你得意的！要是林先生赐下奖励，咱势必也为你求立比翼共生丹。真的？臣朱元璋后告天穹，日月山河。自宋运告终，一族于沙漠入驻中原100有余年。
金运中也。微臣上承天道，下顺臣民，驱除百年疫患，勘定南北枭雄。于正月4日，设祭于紫金山巅，昭告天下，立国大明，建元洪武。呵，父皇是父皇，朕就知道。父皇以一介布衣开创大明万世基业，怎么可能上不了榜啊？只是没想到林先生居然把父皇排在第2位啊！闭嘴！还敢说你皇爷爷比不上李世民？没想到皇爷爷在后世的评价会那么高啊！父皇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刚才林先生在视频中说，大明中期一朝只有276年，没有长久不衰的王朝。朕对这个早有预料，只是大明最后一位皇帝居然是自杀殉国，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老祖宗居然排在10大帝王的第2位！恭喜皇上，大明竟有2位帝王上榜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由此看来，我大明皇帝是何等雄才大略！要是他们知道大明的江山再次被异族推翻，想必对朕很失望吧。我本怀幼仪布衣，天下与我何家焉？明太祖朱元璋是华夏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，从太平乡的凄风苦雨，到黄觉寺的少年僧人，从滁州城的刀光剑影，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，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、农民、和尚、叫花子，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，就扫荡了群雄，推翻了元廷，夺取了天下，坐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，开创了大明江山。这就是10大帝王的第2位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匈奴、元廷，还有那个女真，看来在后世我炎黄子孙吃了不少苦。隋文帝杨坚的功绩是拯救汉民于危难，这位洪武大帝朱元璋则是让100余年的华夏大地重归汉民。虽然朕还是不太服气，只是有此功绩，朕承认他也算是千古一帝。乞丐放牛娃，好家伙，本以为朕是华夏历史上出身最低的帝王了，没想到这个朱元璋比朕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！此人出身寒微，却能从异族手中重夺中原，建立汉民王朝，位列第2名，朕心服口服。朱元璋他算什么东西？大明最终还不是亡于我大清，他凭什么在10大帝王中排名第2？那该是朕的位置。皇上别急，这不是第1还没公布吗？林先生会把朕排在10大帝王中的第1，那嬴政岂不是没了位置？皇上，比起嬴政，您觉得他和您相比有哪些优势呢？好像没有。对呀，皇上怕他个锤子。对呀，无论怎么讲，以功绩，朕有康乾盛世，优势在我。皇上优点不多，自信算一个。明太祖朱元璋的军事能力，在悠悠几千年历史中的帝王中，能与之相比的，唯有唐太宗李世民。比起李世民，元璋胜在创业难度，开局一个晚。在胡族铁骑占领神州，路程已近100年之际，不仅收复南宋丢失100余年的江南，更收复北宋丢失250年的中原，同时收复5代十国丢失了400-500年的云贵、燕辽，更是占青藏、逐漠北，一举把称霸亚洲8年的蒙古帝国重新打回成一群游牧部落。和珅，你说，要是把崇祯换成朱元璋，我大清的铁骑还能打败明朝吗？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在洪武大帝面前，你们就是群小卡拉蜜。万人不过万，过万不可敌。大清铁骑战力如此恐怖，臣想，就算是朱元璋，恐怕也阻挡不了大清入主中原的脚步。说得不错，什么洪武大帝都是汉民胡乱吹嘘，以此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。此人功绩重在于恢复汉人疆土，文治武功能不在寡人之下。不知道林先生这次又会给予什么奖励？出身如此低微，却能重整河山，再造华夏，设身处地的想，朕恐怕做不到。这世间帝王辈出，雄才大略则比比皆是。真是天下英雄
如过江之鲫呀。奖励给朱元璋的寿命又会比朕多多少？南宋北宋什么玩意儿？难道朕的大宋最终走向分裂了？当然，明太祖朱元璋也有缺点，嗜杀成性。但为何太祖杀人叫暴君，康熙杀人叫圣君？这其中标准无法评判。所以朱元璋主要缺点不在于嗜杀，而在于分封诸子为王，引发靖难之役；在于废除宰相，导致皇权过于集中；在于重农抑商；在于海禁政策。总结，明太祖朱元璋虽有缺点，但排在10大帝王第2位，实至名归。这说父皇坏话，我大清皇帝没错。嗜杀成性，没想到后世会把这个名号安在咱头上。不过林先生说的其他过失，咱认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至少在当下，冲巴你的这些过失本就不能算问题。也不知道林先生会赐给咱啥奖励。历史10大帝王第2位，大明开国太祖洪武大帝朱元璋，雄才大略，特赐下奖励：寿命800年，风调雨顺100年，超级杂交水稻，亩产可达4000斤，比翼共生丹，2郎神神眼，可检测官员是否贪污。风调雨顺100年，还有亩产4000斤的水稻，大明的百姓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。冲巴，你可以活800年。有了比翼共生丹，你我又可以做800年的夫妻了。谁要和你做800年夫妻，也不害臊。有了这双神眼，咱看大明的官员还有谁敢贪污？800年，寡人要是能活800年，又该把大清帝国带到何等地步？5种奖励，林先生对于前3名真的太重视了。寿命整整比朕多了300年，第1名的寿命又会奖励多少？明太祖朱元璋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咱想见下大明最后一位皇帝。老祖宗想见我，皇上要和太祖皇帝多多取经啊。是咱老朱家的孩子吗？不孝子孙从朕拜见大明太祖皇帝。崇祯这家伙能力是有，就是生不逢时啊。无论怎样，作为唯一一位被社稷允身的皇帝，他值得尊敬。宿主，明太祖朱元璋向您打赏，是否提取？提取。老朱那么痛恨贪官污吏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比较小气，不会送我什么好东西。不是老朱，我缺一张纸吗？宿主，大明洪武年间，曾在遂昌出现一座超大型金矿，此物乃是那座金矿地契。什么玩意儿？也就是说，老朱送了我一座金矿山？不错，系统探测，此金矿价值1万亿左右。果然，臣心中的成见就是座大山。老朱是痛恨贪官污吏，但是我也不能认为他抠啊。10大帝王第1名即将公布。到底会是谁呢？寡人统6国，天下归一，筑长城以镇9州龙脉，为我大秦，护我社稷。寡人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，寡人在当守土开疆，扫平四夷，定我大秦万世之基。寡人亡，亦将身化龙魂，佑我华夏永世不衰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仙鬼神魔共听之。历史10大帝王第1名，千古一帝，大秦帝国皇帝祖龙嬴政。在10大帝王中位列第1，拜千古一帝始皇帝。始皇帝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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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果然第1是始皇帝吗？拜见千古一帝始皇帝！始皇帝！咦，怎么可能？嬴政是暴君，他怎么可能会在10大帝王中居于首位？6合一道，万世永昌。林先生认可寡人的功绩，后世认可寡人的功绩。废分封，行郡县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兴修水利，造福万民，万里长城，护佑华夏，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气吞八荒，威
震四海，开万世不朽之功绩，奠华夏大国之根基，开天辟地，千古一帝者，始皇帝嬴政也。始皇帝的功绩毋庸置疑，他为华夏民族奠定根基，我们后世子孙都应该感谢他。始皇帝一统六国后，急于在文化制度等进行大一统，最终导致二世而亡。可是对于他的功绩来讲，这些过错又算得了什么？十大帝王盘点，其他人当第一，我刘季可能不服。示弱第一是始皇帝，朕服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嬴政是第一？朕修大运河，远征高句丽，文治武功，哪样比不上他嬴政？始皇帝嬴政，大秦帝国的主宰者，这个帝国因他而存在，也因他而灭亡。他也曾意气风发，豪情壮志，奈何晚年白发华生，病入膏肓，奋6世之余烈，一统华夏。然最终造化弄人，病死沙丘，2世而亡。病死沙丘，陛下，没事，寡人一生求长生，病死沙丘，心中不甘罢了。只是广目中还是没说清寡人的大秦为何2世而亡。父皇，儿臣知道。哦，你说说看。父皇，大秦之所以2世而亡，责任定在储君扶苏。扶苏？难道真是他？辜负了寡人对他的期望。父皇，扶苏作为储君，定是他昏聩无能，才导致了最终大秦2世而亡的结局。立刻召扶苏回咸阳。是，陛下。要是扶苏公子抗旨不遵，该当如何？不会，扶苏的性子，寡人最为清楚，他不敢忤逆寡人。十大帝王的第一是嬴政，他不过以暴君而已，除了统一华夏外，他还有何功绩？怎么能比得上朕？林先生这个榜单，朕不服。嬴政他凭什么能排在第一？此人看似伟大，可如果他真的那么好，大秦的百姓又为何纷纷造反？始皇帝嬴政的功绩在于统一6国，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轨、法律、制度、人力、军队。他的出现让华夏出现大一统概念，可以说他就是后世所有帝王所学习的模板。如果始皇帝没有统一文字，汉民族的文化又如何形成？如果没有统一度量衡、车轨这些，国家的治理又该是何等艰难？始皇帝的功绩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大秦帝国之所以2世而亡，归根结底是始皇帝走得太急了。林先生的意思是，寡人去世的比较匆忙。这个急不单单是指始皇帝在沙丘骤然病逝，赵高李斯篡改遗诏，赐死扶苏、蒙恬，立胡亥继位。什么？扶苏、蒙恬被赐死，胡亥继位？父皇，你知道的，儿臣从来没有野心当皇帝，一定是李斯、赵高强迫的儿臣。但是，我太想当皇帝了，我做梦都想啊！我实在太想了。丞相、中书令，你们一定要帮我呀！好啊，寡人就说嘛。大秦有扶苏，为何还会2世而亡？原来是你们这3个蠢货断送了大秦的国运。陛下，您听臣解释。冯去疾，微臣在。李斯、赵高执行车裂，至于胡亥，父皇给儿臣一条活路吧。行，寡人可以不杀你。蒙恬，臣在。胡亥交给你了，下次再征讨匈奴，把他安排进死囚营，为国而战。诺。父皇，饶了儿臣吧。大秦之所以2世而亡，另一个原因还是在于始皇帝太急了。不可否认，始皇帝是想用他活着的时间将所有想做的事做好，但太急就容易出问题。统一文字，施行焚书坑儒，得罪了天下读书人；修筑长城，为此大兴徭役，得罪了天下百姓；打击6国余孽，推行严刑峻法，造成天下恐慌。林先生果然懂寡人。大秦2世而亡，只能说时也命也。始皇帝太可惜了，若是他能活得久一点，步子迈得慢一点，大秦在他的治理下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
始皇帝的这些治国举措，确实像林先生说的那样，本身没错，就是太急了。朕突然想起个人，谁？隋炀帝杨广。太急了，朕修筑大运河，是否也犯了这个错误？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1名，历史10大帝王盘点第1名，大秦帝国始皇帝嬴政。上榜理由：六合一统，万世永昌，真正的千古一帝。特赐奖励如下：长生不死，风调雨顺100年，世界地图1份。长生不死，朕没有听错吧？咱本以为最多是寿命1000年，没想到林先生直接让始皇帝长生不死，那我们后面这些朝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长生不死，寡人一生都在追求长生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，恭喜陛下！10大帝王盘点已经结束，以后还将盘点历史各种各样人物，诸位敬请期待。还盘点别的，那朕还有机会上榜，朕也想长生不死。接下来是盘点昏君，还是10大武将，或者是10大奸臣？宿主，始皇帝嬴政已向您打赏，是否提取？提取。传国玉玺我已经有了，嬴政又会送什么？由于九州鼎过大，已进行同比例缩小。九州鼎？不错，夏朝建立后，大禹用天下9牧所供青铜铸成9鼎，象征天下9州，此为华夏无价之宝。我现在不缺钱，先收起来吧。10大帝王盘点告一段落，先出去潇洒一段时间再说。游艇、别墅、豪车、美女，我来啦！